相应部亦相应20经、三弥提经。这是我亲身听闻到的。一时，世尊住在王舍城的温泉林。那时，尊者三弥提在夜晚后分时分起身，来到温泉处沐浴身体。沐浴完毕后，穿上一件衣服，站在岸边擦干身体。这时，一位容貌殊胜的天神在深夜时分使整个温泉区域光明，来到尊者三弥提处。来到后，悬立空中，用偈颂对尊者三弥提说：比丘啊，你为时而起时，不是时候再起时。比丘啊，应时候再起时，莫让时机错过了。尊者三弥提回答说：我不知何时为正时，正时隐蔽不可见，所以我为时而起时，莫让时机错过了。然后那位天神降落地面，对尊者三弥提说：比丘啊，你年轻出家，头发乌黑，正值青春年华，处于人生的第一阶段，还未曾享受欲乐。比丘啊，请享受人间欲乐吧，不要舍弃眼前可见的欲乐，而追求将来的解脱。尊者三弥提回答说：朋友，我并非舍弃眼前可见的而追求将来的，相反，朋友，我是舍弃将来的而追求眼前可见的。朋友，世尊说欲乐是属于将来的，多苦多恼，其过患更大。这法是眼前可见的，无实相的，邀人亲证的，导向涅槃的，智者各自正知的。比丘啊，世尊如何说欲乐是属于将来的，多苦多恼，其过患更大？如何说这法是眼前可见的，无实相的，邀人亲证的，导向涅槃的，智者各自正知的？朋友，我是新出家不久的人，刚来到这法语律中，我不能详细解释。有一位世尊、阿罗汉、正等正觉者住在王舍城的温泉林，请你去亲近世尊，询问这个问题。世尊如何回答，你就那样受持。比丘啊，那位世尊不容易亲近，他被其他大威德天神围绕着。比丘，如果你去亲近世尊询问这个问题，我们也会来听法。好的，朋友。尊者三弥提回答那位天神后，来到世尊处。来到后，礼敬世尊，坐在一旁。坐在一旁的尊者三弥提对世尊说：世尊，今天我在夜晚后分时分起身，来到温泉处沐浴身体。沐浴完毕后，穿上一件衣服，站在岸边擦干身体。这时，世尊，一位容貌殊胜的天神在深夜时分使整个温泉区域光明，来到我处。来到后，悬立空中，用这个偈颂对我说：比丘啊，你为时而起时，不是时候再起时。比丘啊，应时候再起时，莫让时机错过了。世尊，我听后用偈颂回答那位天神：我不知何时为正时，正时隐蔽不可见，所以我为时而起时，莫让时机错过了。然后，世尊，那位天神降落地面对我说：比丘啊，你年轻出家，头发乌黑，正值青春年华，处于人生的第一阶段，还未曾享受欲乐。比丘啊，请享受人间欲乐吧，不要舍弃眼前可见的欲乐，而追求将来的解脱。世尊，我听后这样回答那位天神：朋友，我并非舍弃眼前可见的而追求将来的，相反，朋友，我是舍弃将来的而追求眼前可见的。朋友，世尊说欲乐是属于将来的，多苦多恼，其过患更大。这法是眼前可见的，无实相的，邀人亲证的，导向涅槃的，智者各自正知的。世尊，那位天神听后对我说：比丘啊，世尊如何说欲乐是属于将来的，多苦多恼，其过患更大？如何说这法是眼前可见的，无实相的，邀人亲证的，导向涅槃的，智者各自正知的？世尊，我听后这样回答那位天神：朋友，我是新出家不久的人，刚来到这法语律中，我不能详细解释。有一位世尊、阿罗汉、正等正觉者住在王舍城的温泉林，请你去亲近世尊，询问这个问题。世尊如何回答，你就那样受持。世尊，那位天神听后对我说：比丘啊，那位世尊不容易亲近，他被其他大威德天神围绕着。比丘，如果你去亲近世尊询问这个问题，我们也会来听法。世尊，如果那位天神说的是真话，那么他应该就在不远处。说到这里，那位天神对尊者三弥提说：比丘，
请问吧，请问吧，我已经来了。然后世尊用偈颂对那位天神说：众生执着于言说，安住于言说之中，不了知言说本质，落入死魔的控制；了知言说的本质，不执着于言说者，无有任何执着故，无人能以言说则。夜叉啊，如果你明白，请说吧。世尊，我不了解世尊简略所说的详细含义。世尊，请为我详细解说，使我能了解世尊简略所说的详细含义。认为自己平等、优越或低劣，因此而与他人争论，于此三种见解不动摇，不再有平等或优越的想法。夜叉啊，如果你明白，请说吧。世尊，我也不了解世尊简略所说的详细含义。世尊，请为我详细解说，使我能了解世尊简略所说的详细含义。他已舍弃嫉妒，不再有慢心，在此世间断除了名色之爱。他已断除系缚，无忧无求。诸天与人类寻找他却找不到，无论此事他是天界或一切住处。夜叉啊，如果你明白，请说吧。世尊，我这样理解世尊简略所说的详细含义：不以语、意、身造作任何恶业，于一切世间中，舍弃诸欲望后，具念又正之，不应追随苦，无益又有害。